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稻盛和夫，所有的大格局背后都是一种利他精神。稻盛和夫在其著作《活法》中分享了一个深刻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。故事讲述一个年轻修行者向长老探寻天堂与地狱之别。长老描述了一个场景，无论天堂还是地狱，每个人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，一口巨大的面锅和一双1米长的筷子。地狱之所以为地狱，是因为人们自私自利，努力只为自己取食，但长长的筷子使他们难以为继，最终饥饿而瘦弱。相对的，在天堂，人们选择用这些长筷子为他人夹取食物，结果是每个人都能吃得饱足，幸福满足。稻盛和夫从这个故事中得出了深刻的启示，这个世界本身并无根本的差别，是人们是否持有利他心态，决定了他们处于天堂还是地狱。他强调，一旦人们怀抱利他之心，行利他之事，命运便会向好的方向转变。在生活和工作中，帮助他人，自己也会得到幸福。顾及他人，最终也是对自己的成全。总之，他认为，所有宏大的人生格局背后，都潜藏着一种深沉的利他精神。第一，格局越小的人，越见不得别人好。东野圭吾曾深刻指出，人性中最大的罪恶，莫过于嫉妒他人的幸福，这种嫉妒心理驱使他们走向狠毒，宁愿拉低他人，也不愿看到别人的成功。稻盛和夫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，就曾遭受此类人的嫉妒与陷害。当时，他作为一名刚毕业生，在一家处于困境的陶瓷厂工作，凭借他研发的新材料获得的成功，他被提升为部门主任。但在部门中，有位资深员工对稻盛和夫迅速的晋升心生不满。这位员工常借助自己的资历和工龄与稻盛和夫对抗。尽管稻盛和夫多次尝试劝解，但该员工的行为愈发恶劣，不仅自己拒绝完成工作，还怂恿他人一同懈怠。最终，稻盛和夫不得不做出决定，解雇了这名员工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名员工因此愤怒至极，带领一群不良分子对稻盛和夫进行了殴打。这件事让稻盛和夫深感感慨，那些层次低下的人，总是喜欢贬低、嫉妒他人，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失败，也不愿见到他人的成功。总有些人将他人的优秀视为不可原谅的罪过，他们对于他人的幸福感到嫉妒，心如刀割。在这些人眼里，幸福不是自己获得的喜悦，而是别人无法获得的满足。鲁迅先生曾锐利地评论，许多人无法忍受他人的幸福，因为他们自身的匮乏，会使他们对他人的幸运产生怨恨，为了达到破坏他人的目的，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。这样的人，最终首先摧毁的是他们自己的人生。第二，层次越高的人，越懂得为他人着想。礼记中有着这样一句古训，君子重视他人而轻视自己，先考虑他人，再考虑自己。真正具有大格局的人，总是懂得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。回顾1973年的石油危机时期，很多日本企业面对经济压力，纷纷选择裁员减支。但稻盛和夫领导下的京瓷公司却走了一条不同的路。当时，京瓷的订单锐减至原先的1/10。
面对压力，许多人建议稻盛和夫裁员，但他却回应道：我们只在需要员工时才雇佣他们，一旦用不上就把他们抛弃，这难道是正确之举吗？在那个困难时期，稻盛和夫坚决不裁掉任何一个员工，他让一部分人继续工作，其他人则进行学习或负责清洁工作，但他们的工资依旧照常发放。这种做法赢得了员工的深深感激，他们也努力帮助公司渡过难关。稻盛和夫的行为正印证了他所说的，一切成功都源于利他之心。当你将他人的需要放在首位，以他人的利益为重时，你自身的福报和好运也会随之而来。爱因斯坦曾说，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与他人同喜同忧。那些怀揣利他之心的人，总是将他人放在心上，怀抱着广阔的爱。在面临得与失的选择时，他们更倾向于奉献与付出。这样的人终将收获命运的馈赠和回报。第三，利他就是最好的利己。老子曾言，先他人而后自我，舍己为人，方能自保。将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之上，反而能赢得众人的支持与尊重。将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，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。稻盛和夫在其著作《心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。故事发生在30多年前的日本，一家专门销售车载对讲机的企业借着无线通信的热潮迅速崛起，成为行业的领导者。然而随着热潮的退却，这家拥有数千员工的企业很快陷入困境。在绝境中，他们的厂长向稻盛和夫寻求帮助。稻盛和夫立即伸出援手，决定让京瓷与该企业合并。但合并后，稻盛和夫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。一些原企业的员工不满稻盛和夫的领导，开始在背后诋毁京瓷和稻盛和夫，给京瓷造成了巨大损失。然而，稻盛和夫并未公开辩解，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合并企业的重建工作中。数年后，京瓷又合并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复印机公司，负责这次重建的正是当年那位向稻盛和夫求助的厂长。由于对稻盛和夫的感激之情，这位厂长全力以赴，不仅迅速完成了复印机公司的重建工作，还在后来的京瓷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。稻盛和夫回顾这些经历时感慨道，尽管当年的救援行动遭遇了反对和困难，但我并未气馁，而是本着利他的精神全力以赴。最终，好运再次降临在我身上。墨子中亦有如此说法，利人者，人亦从而利之。你所获得的一切善缘，都源自于你为他人创造的价值。你为他人撑起的伞，终将成为你日后遮风挡雨的屋檐。你为他人预留的退路，最终也会成为你自己的宽广大道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能独立于众生之外。最高境界的利他，便是最深层的利己。第四，所有大格局背后都是一种利他。刘润在其著作《底层逻辑》中探讨了人类3种不同的心态。首先是鸡心态，即你一定要输的思维。这种心态的人目光狭隘，甚至不惜伤害他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其次是却心态，即我一定要赢的态度。这类人虽不会故意伤害他人，但他们的视野有限，倾向于单打独斗，最终难以走远。最后是鹰心态，也就是我们共同赢的理念。这种心态的人真正具有远见和广阔的视野，
他们明白，真正的成功不在于相互竞争，而在于相互扶持。稻盛和夫在27岁之前一直不顺遂，然而，当他领悟到宇宙的本质是利他后，他的命运开始发生转变。创办京瓷之后，稻盛和夫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企业经营模式，而且让每位员工都持有股份，真正实现了利益共享。面对濒临破产的企业，他通过入股、并购等方式，全力帮助他们扭亏为盈。当日本航空面临破产时，78岁的稻盛和夫考虑到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和数万员工的未来，决定挑起这个重担。在日航期间，他首先关注员工的利益，与员工同吃同住，不断激励并提高他们的待遇。在员工士气高昂的同时，他又强调要关心每位乘客的体验，努力为他们提供舒适的服务。在这样的理念驱动下，日航仅用1年就达到了世界第1的业绩。正是这些利他的行为，让稻盛和夫成为了不可动摇的经营之神。有句话道，偶然的成功靠运气，必然的成功看格局。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，即使暂时成功，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。真正具有大格局的人，他们的人生信条是：我要赢，但更希望周围的人也一起赢。正是这种利他的思维，为他们的人生带来了长远的发展。稻盛和夫提出了一壶水的利他哲学。在人生旅途中，每个人都会遇到缺水的时刻。当别人需要时，你递给他们一壶水，帮助他们解决迫切的问题。当你自己口渴时，他们也会想尽办法为你送来清泉。只有拥有利他的格局，才能最终实现利己的结果。世界如一面巨大的回声壁，你所付出的善意终将回到你自己身上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。